男人卖了自己给人当倒插门女婿，白天当牛，晚上做马，顶着40多度的大太阳耕地，汗珠子掉地上摔八瓣。老丈人却嫌他浪费水源，小皮鞭抽得啪啪响，赶着男人去挑水浇菜。到了晚上，全家人都呼呼大睡，男人却还得搬个小板凳，苦哈哈的给老婆洗内裤。好不容易忙活完了，准备睡觉，可头刚挨着枕头，鸡就叫了。男人吓得一激灵，赶紧爬起来去生火做早饭。就算是这样，丈母娘却仍然不满意。零下40多度的大冷天，林安直接被一脚踢出家门，踉跄2步，一头栽进半米深的雪堆里。紧接着，一只打满补丁的破布包被狠狠扔在雪地上。成天待在家里吃白饭，当我们家是冤大头呢。我告诉你，苏家不养闲汉，今晚要么弄回粮食，要么死外面，别指望冰冰给你留门。可妈，这大雪天的，你让我去哪弄粮？我管你去哪，去偷去抢，那是你林安的事。反正你要弄不回粮食，就别想再进我苏家的门。林安从雪里拔出腿，手动的发紫，死死抓着手里唯一的东西，一只掉漆的空搪瓷缸。然而下一秒，林安就再次睁开了眼睛。这是哪？我不是得了绝症，死在医院了吗？打量着周围陌生的环境，林安脑海中突然涌现出一阵陌生的记忆。想不到穿越这种事竟然会发生在我身上。不过上辈子是个病秧子，这辈子更惨，竟然成了倒插门，还是个不受待见的倒插门。哎，真应了咱倒插门祖师爷八戒兄的那句话：上门女婿不好当啊！自从来到高老庄，没日没夜把活忙，起得比鸡早，睡得比狗晚呐，比狗晚。正在这时，旁边的窗户突然打开，林安猛地一愣，抬眼看去，只见这一世的妻子苏冰俏脸上挂着泪痕，手里捏着半个黑乎乎的窝头递了出来。这个窝头你拿着，天气这么冷，不吃东西扛不住的。看来这媳妇还不错啊，知道惦记着老公。可还没等林安伸手去接，窝头就被一只粗糙的大手按了回去。冰冰，你管那个窝囊废干什么？大男人成天在家里吃白饭，看什么看？窝囊废！我告诉你，别想再从这家里占一点便宜。你要是自己弄不到吃的，就在外面饿死吧。妈，这么冷的天，林安身体受不了的。我管他受得了受不了，就算是死在外面，也好过在家浪费粮食。都说女生外向，我还不信。现在看来果然不错。你也不想想，就这么点窝头，你爹妈还不够吃呢，哪能便宜了外人？砰的一声，窗户狠狠地关上了，紧接着屋内的灯也黑了下去。养条狗还有几分感情呢？原来我这个上门女婿在苏家任劳任怨干了这么多年，只是个外人。行，算你狠，连口热乎气儿都不给是吧？想不到刚穿越就要冻死，难道我林安的人生剧本就只能是末期少年穷，末期中年穷，末期老年穷，然后死者为大？就在这时，隔壁院门突然吱呀一声开了，刘翠花倚着门框，手里抓着一把瓜子，似笑非笑地看着林安。呀，这不是苏家的大学生女婿吗？真被赶出来了。翠花姐，看笑话呢。刘翠花扭着腰走近，那双桃花眼在林安身上转了一圈，伸出一根手指，轻轻划过林安冻僵的脸颊。姐哪舍得笑话你啊？瞧这小脸冻的，要不跟姐凑合一宿，姐那被窝可相当暖和。还有，刘翠花凑近林安的耳边，一缕若有似无的香气袭来，林安的目光不自觉地向下移动，喉头滚动，狠狠地咽了咽口水。姐家里有刚蒸好的大白馒头，要不要请你小子尝尝鲜？姐，你这大馒头是正经馒头吗？我还小，吃不了太多，2个就行。就在这时，林安的耳边突然响起一声清脆的叮咚声。检测到女性怜悯调戏情绪，情绪值+10，新手暴击触发，兑换奖励精米5斤。林安先是一愣，紧接着瞳孔猛地一缩。卧槽！系统，这种只在小说里见过的东西，竟然真的有，还觉醒在了我身上。看着系统面板中的大米图标，林安试探着选择了提取。霎时间，林安的右手猛地一沉，手中那只空搪瓷缸里此刻凭空冒出了白花花的大米，米粒迅速上涨，溢出缸口，哗啦啦洒在雪地上。这哪来的米？刚才还没有呢！臭小子，明明有吃的还在这装可怜，搁这调戏姐呢。情绪换粮，这挂开的有点意思。林安抓起一把米，感受着那真实的触感，原本畏缩的眼神瞬间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一股狂傲的狠劲。就在这时，刘翠花突然凑了过来，瞅瞅林安手里的米，然后伸手戳戳他的脸。怎么眼高了，手里有粮都不愿意搭理姐了？你个没良心的，亏姐姐刚才还心疼你。这说的是哪里话？不搭理谁也不能不搭理翠花姐你啊！姐，刚才说请我吃大馒头，什么时候兑现啊？行啊，先来帮姐暖暖被窝，什么时候把姐姐伺候的舒坦了，就请你吃。好啊好啊，就这么说定了，我一定把姐姐伺候的舒舒服服。臭小子，竟敢调戏姐，小心我告诉你老婆，让她收拾你。翠花姐，这被窝改天有空再帮你暖。至于说到收拾我吗？现在我还真得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。上门女婿前脚刚被踢出家门，后脚就有俏寡妇主动投怀送抱。可男人看着千娇百媚的俏寡妇，却吓得汗毛倒竖，双手护着裆，噔噔往后退。
那表情活脱脱就像护崽的老母鸡看见了黄鼠狼，浑身炸毛。翠花姐，你是妖精啊？要吸我阳气？你个没良心的！姐姐看你可怜，好心收留你，你还不乐意了？怎么，真不要来姐姐家坐坐，你就不馋？休想诱惑我，我林某不是那种人。虽然我是个倒插门，但我有3条原则：第一，软饭硬吃；第二，死鸭子嘴硬；第三，多聊姐姐。不对，说错了，把心里话说出来了，是不了姐姐。哼，臭小子想什么呢？姐姐是看你可怜，想请你吃顿大馒头，不领情就算了。说着，刘翠花转身进屋，啪的关上了门。殊不知，此时的林安心里已经乐开了花。原来就在刚刚，林安觉醒了撩妹系统，只要能撩动女性的情绪变化，就能得到物资奖励。此刻，经过和刘翠花的一番极限拉扯，林安的系统空间内已经储藏了几百斤大米。看着那白花花的米山，林安猛地扭头，冷眼看着苏家的大门，3步并2步的来到门前，砰的一脚踹开了大门，寒风夹着雪花卷进屋里，全家人惊恐回头。我今天回到这里，不是为了别的，就是为了亲口告诉别人，凡是我失去的，我都要亲手一点一点拿回来。空气足足凝滞了10几秒，丈母娘手中的窝窝头都掉到了地上，这才从惊吓中回过神来。反了你了，林安！你敢踹门，信不信老娘打断你的腿？林安面无表情地跨进门槛，无视丈母娘吃人的目光，径直走到那张破木桌前。林安，你……林安把手里那只沉甸甸的搪瓷缸往桌子中间一顿，手腕一翻，雪白的大米像瀑布一样倾泻而出，瞬间堆成了一座小山。精米，这么多精米，姐夫，这都能吃吗？林安拍了拍手，抬眼盯着苏冰震惊的眸子，嘴角勾起一抹邪笑。老婆，把火升上，今晚吃干饭。丈母娘伸出手，抓起一把桌上的生米，猛地塞进嘴里，嘎嘣一声狠嚼。哎呦，真的是米，还是特级精米！你小子出息了，竟然能弄回这么多大米，我还以为你小子只会吃白饭呢。妈，这米咱不能吃。苏冰猛地转头看向林安，一把抓住他的手腕。林安，你老实说，是不是撬了村里的仓库？你胆子也太大了，这种事怎么能干呢？快，趁村长还没发现，跟我去自首，争取宽大处理。自首？我凭本事弄来的粮，自什么首？作孽啊！这可是杀头的罪！你个丧门星，想害死我们全家啊！我不吃这断头饭，我不吃！闭嘴！一声巨响，丈母娘的哭嚎戛然而止，像被掐住脖子的鸡。林安眼神冰冷，扫视全场。怕死？现在就滚出去，跟外面的西北风过日子。丫头，想不想吃干饭？想就烧火。很快，随着灶堂里红色的火苗窜起，锅盖边缘冒出的白色蒸汽，破旧的铁锅里米汤翻滚，一股浓郁的米香味顺着门缝钻了出去，传遍了半个村子。几个小孩像闻到血腥味的鲨鱼，聚在苏家门口，流着哈喇子。娘，我想吃大米饭。吃个屁！苏家人胆子也太大了，敢去村里仓库偷米，那分明就是讨债犯。快走！隔壁屋里，刘翠花原本在嗑瓜子，突然鼻翼剧烈耸动。真香啊！这林安还真有点东西，这苏家有他，真是发财了。苏家，林安揭开锅盖，蒸汽散去，露出桌上满满的一盆白米饭。林安大马金刀地坐在正对门的主位，瞥了一眼口水横流的老丈人和丈母娘。哎，这香喷喷的大米饭，不知道有多久没吃过了。可惜断头饭，怕有人不敢吃啊。丈母娘瞥了他一眼，手里攥着筷子，眼睛死死盯着那盆饭，喉咙疯狂吞咽。我其实根本不想吃，我就尝尝熟没熟。说着，他飞快地盛了一大碗，狼吞虎咽起来。好吃好吃，林安，你真是太厉害了！叫我什么？亲姐夫，以后你就是我亲爹，不对，亲姐夫。苏冰捧着碗，小口吃着，热气熏红了他的眼眶。他偷偷抬眼看林安，这家伙到底藏了多少事？老婆苏冰产生感激加疑惑加羞涩情绪值加50，奖励发放精装大米乘10极品五花肉乘10。这就感动了，那再来点猛的。光吃米没劲，嘴淡的没什么味道。有的吃就不错了，你还挑？村里不知道多少人家连窝窝头都没得吃呢。是吗？林安掏出一个纸包，往桌上一拍，油脂慢慢散开，一块红白相间的五花肉暴露在昏黄的灯光下，全家人立刻全部石化。老丈人眼珠子瞪得老大，丈母娘嘴里的饭掉回了碗里。老婆，去切了，一半红烧，一半炼油，咱家以后不吃素。全家人3天饿了9顿，连喘口气都费劲儿。上门女婿却端着一大盆红烧肉，吃得满嘴是油，一边吃还一边把肥肉都挑出来丢给旁边的狗。丈母娘眼巴巴地看着，却不敢生气，只能伸长脖子闻着红烧肉的香味，一个劲地咽口水。老婆实在有些看不过去，不停地给丈夫使眼色，丈夫却只顾着自己大快朵颐。吃完后抹了把嘴，见盆底还剩半盆肉汤，端起来全都喂了狗。眼瞅着桌上的搪瓷盆已经比脸还干净，丈母娘却满脸陪笑，用一块抹布小心翼翼地擦拭女婿面前的桌角，动作轻柔的像在擦古董。姑爷，吃饱没？要不再给你冲碗糖水？妈那屋还有点红糖渣子。不吃了。咦，刚才谁说这是断头饭来着？嗨，妈这张破嘴！妈呀，那是怕你走歪路。姑爷，这肉还有吗？
丁，丈母娘继位值加50，恭喜获得精装大米乘20，缝纫机乘1。想吃肉吗？看您表现喽。姐夫表现最好，姐夫万岁！哎呦，我的好姑爷，妈就知道你哪能那么狠心啊，连点肉渣也舍不得让妈尝尝，腻是吧？等着啊，妈这就给你冲杯大麦茶去。说着，丈母娘一溜小跑，又是拿水壶，又是倒热水，忙得不可开交。正在这时，一直没说话的苏冰突然啪的把筷子拍在桌上，猛地站起身，椅子在地上划出刺耳的滋啦声。林安，你跟我进屋。媳妇，这不好吧？刚吃完饭不适合运动。你想什么呢？我有话跟你说，现在马上给我进屋。死丫头，你干啥？姑爷刚吃饱。没事，妈把门看好了，别让人听墙根。夫妻俩进了里屋，屋里很冷也很窄。林安惬意地躺在炕上，苏冰插上门栓，转身死死盯着林安。你老实交代，这米和肉到底哪来的？是不是跟黑市那帮人？我都说了，凭本事弄的。林安，你别犯浑，赵虎正愁抓不到你把柄，你是想吃枪子吗？如果是偷的，趁现在。话音未落，林安突然反手扣住苏冰的手腕，往前一步，苏冰被逼得后退，直到背脊重重撞在土墙上。嘘，隔墙有耳，你想让全村都知道？你离我远点，说正事。这不是正事吗？这是秘密，你越听话，东西越多，懂了吗，媳妇儿？苏冰的脸红得像要滴血，睫毛疯狂颤抖，想推开林安，却根本使不上劲。而在林安的脑海中，系统正疯狂刷屏。丁，脑婆苏冰羞耻度爆表，情绪值加50，情绪值加50，恭喜获得精装大米乘40，红皮鸡蛋乘10，恭喜获得绵白糖乘2斤，恭喜获得大白兔奶糖乘1包。嚯，想不到这娘们简直是个人形聚宝盆啊！脸这么红，是不是太热？要不要老公帮你降降温？林安，你无赖，别以为能糊弄过去，再不老实交代，我饶不了你。林安嘴角含笑，正要说话，门外突然传来一阵剧烈的砸门声，震得屋顶的灰尘簌簌往下掉。苏冰吓得浑身一抖，本能地缩进林安怀里。开门，苏家的都给我滚出来！是赵虎，他来了，完了，肯定是因为肉。别怕，我来处理。林安转身出了里屋，恰好这时破木门被一脚踹开，半扇门板倒在地上。村长赵虎冷着脸进门，身后跟着3、4个举着手电筒的村民。有人举报苏家私藏违禁品，给我搜，尤其是林安那个废物，给我绑了。苏家人齐齐一颤，丈母娘手里的碗哐当一声砸在地上，老丈人缩着脖子往墙角躲。苏雪吓得眼圈一红，躲到了灶台后面，就连那只刚舔完肉汤的土狗也呜咽一声，夹着尾巴钻到了桌子底下。赵村长，这是抄家呢，还是土匪进村啊？村长也不能这样乱闯乱砸吧？你小子别乱扣帽子！全村人都看到你家烟囱冒烟，再闻闻这满屋子炖肉的香味。上个月才刚通知了，全村人的粮食必须统一交回村里，在村里食堂吃饭。你小子哪来的粮食？我看你就是跟黑市那帮人勾结。哦，原来你是惦记那顿肉啊！我丈母娘心疼我，出去找人讨饭要来的。怎么，村里食堂已经半个月没开火了，家家户户都在自己弄吃的？村长这是连我们出去要饭也不许？放屁！你要饭还能要回肉来？我看你就是什么？就是看我一个上门女婿好欺负。赵虎，我劝你还是多操心自己吧。村里粮仓那么多粮食哪去了？上个月你小舅子摸黑偷偷开车干了什么？现在大家是勉强还能弄到些吃的，等过几天饿急眼了，看他们敢不敢把你活撕了。他怎么知道粮仓的粮被我偷偷卖了？你敢威胁我？若有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是不是威胁你过几天就知道了？我也不怕告诉你，肉我有的是。不过你今天敢动我一个手指头，我们就去镇上找反腐大队说个清楚。全村人都饿得面黄肌瘦，肚子瘪得甚至连裤腰带都系不上。男人家却顿顿大鱼大肉，炖肉的香气飘满村子上空。村里人闻到肉香，馋得都睡不着觉，跟着炖肉的香味组队来到男人家，一脚踹开大门，像土匪一样冲了进来，翻箱倒柜找了半天，可却连点肉渣子都没发现。带头人气得呼呼直喘粗气，猛地钻进炕洞里面，伸长脖子四处查看。老丈人见状吓得尿了一地，丈母娘抱着小姨子缩在墙角瑟瑟发抖，可上门女婿却一脸无所谓。见众人找得实在辛苦，甚至直接拿出一块肉扔在他们面前。呵，起码有个3、4斤重。小子，这可是你自投罗网，你来给我解释解释。全村都在啃树皮，你这肉是哪来的？还敢说不是偷了村里的种猪？村长，这可不关我们的事啊，都是林安自己一个人干的，你可要明察。这丈母娘还真是端起碗吃饭，放下碗骂娘啊，这就把我卖了。就在这时，苏冰突然冲了过来。妈，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呢？赵虎，你别血口喷人，这是林安亲戚寄来的。想不到他竟然会这么护着我，从今天起，她就是我林安的老婆，我一定一辈子对她好。亲戚，他一个倒插门，有个屁的亲戚！给我去里屋搜，再找不到的话，把炕给我扒了，所有东西全部带走。这次我要你们好看。话音刚落，2个村民立刻冲向里屋。你们想干什么？这可是我们夫妻的卧室，大晚上的想闯就能闯吗？
滚开！别说是你们夫妻的卧室，就算是今晚店，今天我也得搜一搜。苏冰被推得一个踉跄，眼看就要摔倒。这时，林安稳稳地扶住了他，把苏冰拉到身后，拍了拍他的手背，然后慢悠悠地走到赵虎面前。村长，大晚上的，火气别这么大，吓着我媳妇儿，这事儿可就不好办了。你个吃软饭的还敢威胁我，信不信老子现在就……话还没说完，突然戛然而止。赵虎的眼睛猛然睁大，嘴巴慢慢张开，下巴咣当一声砸在了地上。只见林安的手像变魔术一样，从袖子里划出一包大前门。村长，别误会，吃的喝的都是城里表哥寄来的，除了肉，还有这个。刚才太忙，忘了给村长点上。说着，林安把一整盒大前门塞到赵虎手里，来一根尝尝。大前门，这是带嘴儿的。看来这小子最近是真的发财了，我得想办法敲他一笔，把村里粮仓的窟窿填上，至少也得先使堂运作起来。周围的村民都看直了眼，咽口水的声音此起彼伏。赵虎原本凶狠的脸瞬间垮掉，想笑又不敢笑，他迅速把烟揣进兜里。那个既然是城里亲戚寄来的，那村里也不好说什么。不过嘛，林安，你这大半夜的搞这么大动静，影响也不好吗？是不是？村长，这点东西算什么？别人吃不着，你还能缺了肉吃？不就是粮仓里少了1800斤粮食吗？简单，我这还有个路子，能彻底解决村里现在缺粮的问题。你说的是真的？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只要村长今晚让大火散了，乖乖回去睡觉，明天一早，好东西自然送到你手上，怎么样？赵虎盯着林安看了又看，眼睛转了半天，最终还是猛地一拍大腿。小子，我就信你这一次。苏家的事情是个误会，村里已经调查清楚了，大家都先回去。见状，村民们只好掉头离开。赵虎走到门口，又回头瞥了林安一眼。小子，你最好说话算话，否则的话……屋里安静了。丈母娘从地上爬起来，看着林安的眼神像是在看一尊金佛。姑爷，你真有个城里的表哥，那烟得好几块钱一包吧？林安却没理会丈母娘，而是转身看向了苏冰。媳妇儿，吓着没？你骗人！你哪来的什么表哥？要是有个这么有钱的表哥，你还能来我家倒插门，要供全村人吃喝，那得需要多少粮？你上哪弄去？趁着现在他们都走了，你赶紧走吧，出去躲躲。老婆苏冰产生强烈的担心和感动，情绪值加80，恭喜获得2锅头乘20，恭喜获得午餐肉罐头乘20。林安反手握住苏冰冰凉的手，指腹轻轻抹撒她的手背。我走了，你怎么办？你别管我，我好歹是村里的老师，只要你走了，他赵虎不能拿我怎么样。我现在就帮你收拾东西，你今晚就走。看得出来，他是真的在担心我。没想到，虽然两人并没有同过房，但苏冰心里对这个上门女婿还是有感情的。媳妇儿，重新认识一下，以前那个林安已经死了，现在的我能让你吃饱，能让你穿暖，还能让全村人都得看你脸色过日子。只要你乖乖听话。你流氓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油腔滑调的，就不能正经一点吗？放心吧，你老公我山人自有妙计。赵虎想吃下这么多粮，也得看他是不是有那么大的胃。妻子瞒着丈夫带10个猛男回家过夜，却被提前下班的丈夫堵在了大门口。可丈夫不仅一点都不生气，还扬言要对猛男们好吃好喝好招待。猛男们吓得集体跪地，一个劲的往门口蹭，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一样，生怕遇上鸿门宴，看不到明天的太阳。可丈夫却猛地拉下了脸，砰的一声关上大门，顺便把门锁焊死，扭头恶狠狠地瞪着众人，从裤兜里掏出一个小绿瓶。今天晚上所有人都得竖着进来，横着出去，耶稣来了也不好使，我说的。看着林安手中的小绿瓶，赵虎瞳孔猛地一缩，心脏砰砰乱跳，哈喇子都流出来了，简直比看见美女都夸张。见他这副样子，林安满意的点点头。黑心2锅头，65度，在这个连红薯烧都喝不上的穷沟沟，这玩意儿简直就是液体黄金。我就不信哪个干部经得起这种考验。第二天一早，天刚蒙蒙亮，林安就来到了村里粮仓，推开门，入目所见就只有几个破麻袋和几只饿死的老鼠。原来村里真的已经1粒粮食都拿不出来了，怪不得赵虎一听我能解决粮食问题，急得都要叫爹了。林安四处打量了一番，趁着周围没人，挥手之间，几10袋大米堆在了地上。正所谓才能通神，势能压人，这么多粮食，我就不信拿捏不住你个小小的赵虎。很快，赵虎带人赶到粮仓，看到堆得满满的大米，惊得眼珠子都掉在了地上。林安，林兄弟，亲兄弟，以后你就是我异父异母的亲兄弟，在咱村里这片儿，有事你言语，谁敢动你家里一根草，我赵虎把他实打出来。虎哥是个明白人，这些粮只是给村里应急的，以后还会越来越多。记住，嘴严点，这粮仓除了每天早上来拉粮，就不许有别人。我的路子不喜欢太张扬，懂？门生发大财嘛，兄弟放心，老哥我连亲爹都瞒着，都不说。林安满意的点点头，从怀里摸出一瓶2锅头。那就好，辛苦村长挨家挨户通知一下，食堂今天中午就可以开火了，这瓶酒就当跑腿费了。这也是亲戚寄的。快，62度的2锅头，城里那些大官现在都喝不上这口。拿着，这几天冷，暖暖身子。
赵虎接住酒瓶，像捧着祖宗牌位一样小心，辛辣的酒香瞬间钻进鼻孔。赵虎整张脸都舒展开了，露出一副飘飘欲仙的表情。兄弟放心，以后你说往东，我赵虎绝不往西；你说撵狗，我赵虎绝不撵鸡。那老哥我就先撤了。说着，赵虎捂着怀里的酒，弓着腰倒退着走了几步，然后转身带着几个村民一溜烟跑了，生怕林安反悔。赵虎这边算是暂时稳住了，但是小人畏威不畏德，要想彻底解决这个乱扣帽子的问题，还是得想个办法。林安一边心中思索着解决办法，一边回到家。丈母娘原本瘫在椅子上，见林安进来，蹭的一下弹了起来，动作比18岁大姑娘还利索。哎呦，姑爷累了吧？快坐这儿，这儿暖和。死丫头，愣着干啥？给你姐夫倒水啊！一点眼力见没有？妈，昨天你不是还说姐夫就知道吃白饭，要赶姐夫走吗？胡说八道！我那是考验姑爷。姑爷，那烟还有没？你爹他也好这口，要是能……妈，那是给办事的人抽的，咱自家人当然得抽更好的。饿了。哎呦，我的好姑爷，饿了是吧？你等着啊，我这就去热饭。这时，苏冰从里屋走了出来。妈，还是我去吧。苏冰端起碗走向灶台，脚下不小心一绊，向后倒去。林安顺势伸手扶住他的腰，苏冰身子一僵，耳根瞬间红透，却没有像以前那样立刻推开。丁，老婆苏冰产生崇拜与羞涩混合情绪，情绪值加150棒击。恭喜获得富强粉橙10斤，恭喜获得大白兔奶糖盛1包。以后在这个家，腰杆挺直了走路，谁也不敢欺负你。与此同时，村民们正聚在食堂门口，议论纷纷。听说了吗？大食堂这次能重新开火做饭，都是林安给提供的粮食。我也听说了，那林安是深藏不露啊，说是城里有大官亲戚专门管粮食的。切，早跟你们说了，那小子长得就像个财神爷，也就是苏冰那个木头疙瘩不识货。要是换了我，嘿嘿。就在这时，远处突然传来一声巨响。完了完了，小学那2间破瓦房塌了，这大冬天的，孩子们上哪读书去啊？修房子得要钱，要木料，村里账上连个号字史都没有。全场死寂，会计急得蹲在地上揪头发。刘翠花眼珠子一转，嗨，真是皇帝不急太监急，您愁啥啊？让村长想办法啊！见会计泪眼汪汪的看来，赵虎吓得全身一颤。别看我也没钱啊！虎哥，您怎么忘了？县城的财神爷就在那儿呢。林安有钱啊，就一瓶2锅头就能换半车砖头呢，找他捐款。赵虎猛地抬头看向远处的苏家，眼睛里冒出绿光。周围的村民也反应过来了。对呀，找林安，他有路子。就是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，他不能见死不救。他媳妇还是村里的老师呢。走，堵门去！林安刚打开大门，就被乌压压的人群吓了一跳，几十双眼睛死死盯着他，像是要把他生吞活剥。林安，林兄弟啊，救命啊！为了孩子，为了祖国的花朵，你得掏钱啊！林丹，你那么有本事，不会连这点钱都舍不得吧？苏老师可还在学校教书呢，你忍心让他没地儿上课？好家伙，这是要吃大祸啊！我要是不给呢？林安，你也是读过书的人，怎么心肠这么硬啊？那可是全村的孩子啊！你不掏钱，这书没法念了。大伙儿评评理，他给赵虎那1瓶酒，够盖3间大瓦房了。现在装穷，我看他就是看不起咱们泥腿子。咋？他不给钱，就把他家锅砸了。对，为富不仁，砸了他家。人群骚动，眼看就要冲破大门。苏冰吓得脸色惨白，手忙脚乱地去沾手腕上的银镯子，那是他唯一的嫁妆。别砸，我这有镯子，这是银的，能值点钱，你们拿去修学校，别难为林安。就在这时，一只大手突然横插进来，一把按住了苏冰的手腕。林安黑着脸，硬生生把苏冰拽到了身后。收回去，我媳妇的东西，轮不到别人惦记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逞能？他们真会动手的。一群喂不熟的狼，跟他们讲道理得讲胃口。林安突然松开手，挤不住跑，噌的一下窜上了院墙，居高临下的看着底下乌压压的人头。刚出锅的馒头就是香啊！那是白面，香，真香啊！是细粮。原本吵闹的人群瞬间死寂，几百双眼睛随着林安的手一动，呼噜噜的肚子叫声此起彼伏。刚才谁说我有钱来着？你说对了，爷确实有路子，但这钱我不捐。你想摆啥？有馒头不给孩子吃，你遭雷劈！真甜，还是精粉好吃，不拉嗓子。林安，你这是作孽啊！都是乡里乡亲的，你就忍心这样？都听好了，我林安不养闲人，也不受人要挟，想要钱1分没有。但是谁帮我去修学校，这馒头就是谁的。闻言，赵虎脸一黑，但人群却瞬间炸开了锅。晚饭1天3顿，顿顿白面。刚才不是要砸我家锅吗？阿姨，我错了，我这张嘴就是喷粪，你那锅是金锅银锅，谁敢砸，我跟他拼命。
这馒头能先预支1口不？赏你了，带人去学校搬砖，天黑前我看不到进度，晚饭取消。林安形象瞬间变得高大无比，那个村民像狗接飞盘一样凌空接住馒头，塞进嘴里，差点噎死，一边捶胸口一边往学校方向跑。剩下的人群瞬间炸了锅，争先恐后的往学校跑，只剩下赵虎和他的狗腿子站在原地，尴尬的眨着眼睛。哟，虎子还不走，等我管中午饭呢。哪能啊？这不是看林哥还有没有啥吩咐吗？没有的话，兄弟就先走了。您忙，俺忙啊。嘿，墙头草。离开苏家门前，赵虎的脸色瞬间变得阴沉。虎哥，这林安有点邪门啊！那一书包的馒头，他是从哪变出来的？咱这次把他得罪狠了，会不会？怎么，他还敢把我们怎么样不成？有粮食了不起，那是咱大家的空子，是挖村里的墙角。我这就回去给上面写封信，就说苏家仗着重要物资不上交村里，破坏村里大食堂营业。与此同多少？讨厌。第二天，苏家门口支起了一张八仙桌，林安翘着二郎腿坐在太师椅上，手里盘着2个光溜溜的煮鸡蛋。苏雪站在旁边，面前摆着2个筐，一个装着馒头，一个装鸡蛋。村民跟面试似的排成了长龙，一个个紧张的直搓手。下一个规矩都懂吧？懂，林哥，我要领搬砖的任务。搬砖是力气活，得先过审。来，骂一句赵虎听听，骂得好，给半个馒头定金。赵虎那个生孩子没屁眼的，上回偷看李寡妇洗澡，还赖我家狗身上，他生儿子没有小鸡鸡。通过，雪儿发凉。好嘞，拿好了，别掉地上。谢谢林哥，谢谢小雪，我这就去搬砖。村民甲一边啃馒头，一边狂奔向学校工地，后面的人群骚动起来，一个个摩拳擦掌。林哥，轮到我了，我也骂赵虎，我能骂出花儿来。那个赛道已经满了，想吃鸡蛋吗？这个得换个法子，夸我，夸得我舒坦了，一个整蛋。林哥，您是文曲星下凡，您这长相比公社墙上画的宣传画还俊。有感情但不够诚恳，给他个鸡蛋，让他去活泥。一个男青年突然走了过来，挡在桌子前，不排队也不伸手，就那么直勾勾地盯着林安。林安，你这是侮辱人格，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，你拿粮食诱惑大家互相攻击，还要大家对你歌功颂德，你这是简直是大户的做派。周围瞬间安静，拿着馒头的村民们停下了嘴，尴尬地看着林安。苏雪吓得缩了缩脖子。你是那个谁，读过书的？我是镇上学校的学生，我有理想，我不吃嗟来之食。理想？请问这玩意多少钱一斤？能顶饿吗？能让你肠子不打结吗？能让你半夜不被饿醒吗？别跟我谈理想，谈理想伤胃。在这个村，现在粮食就是最大的理想。想吃饭就按我的规矩来，不想吃路在那边，慢走不送。林安把剩下半个鸡蛋塞进嘴里，噎得翻了个白眼，赶紧喝了口水，眼镜男脸涨成猪肝色，拳头捏得咯咯响，最后猛地一跺脚，转身跑了。这怕不是个傻子吧？林哥，我不谈理想，我谈胃。赵虎是个王八蛋，给我个馒头吧。人群散去大半，林安正准备收摊，余光瞥见墙角站着个女人，是晨曦，那个被赵虎挤下去的村霸的女儿。你也来领任务，骂赵虎还是夸我？无耻！嘿，今儿个硬骨头挺多啊，不吃拉倒。雪儿，收摊。晨曦死死咬着嘴唇，鄙夷地看了林安一眼，转身就要走，可刚迈出一步，身体就晃了晃，直挺挺地往后倒去。喂！林安下意识地冲出去，单手捞住了他的腰。好轻，像抱了一把干柴，这哪是人啊，简直就是个冰坨子。等等，这女的情绪值怎么是灰色的？林安抱着晨曦大步流星冲进院子，苏冰正拿着扫帚扫雪，一看这架势，扫帚啪的掉地上。林安，你还要不要脸？大白天抱个女人回来，还是个村霸的女儿。别胡说，人都要死了，你还管他是黑是白？再去晚点，我就得给他收尸了。死了也是活该，那是他爹坏事做多了，你救他，你不想过日子了。赵虎正愁抓不到你把柄呢，你给我扔出去！闭嘴！去烧水，红糖水，打2个荷包蛋。听了林安的话，苏冰急切地停下脚步。啥？红糖还荷包蛋？我自己都舍不得吃，你给这个狐狸精吃，我不去。哎呀，老婆大人不讲理啊！谁来帮姐夫呀？谁先拿来鸡蛋，奖励2个大肉包？你就知道欺负我！这时，苏雪从灶房探出个脑袋，哈喇子已经挂嘴边了。姐夫，我去，我烧水快。苏雪，你个叛徒，你就做吧，早晚做死你！
苏冰转身气冲冲地拿来了热水，林安接过后给晨曦喝了2口。晨曦迷迷糊糊睁开眼，他猛地坐起来。你这是哪？阎王爹，我是阎王爷，正准备把你下油锅呢。是你那个成天不干正事的二流子，我要走。说着，晨曦挣扎着要下炕，结果腿一软，差点跪地上。走出去2步再晕倒，让我再抱一次。就算你暗恋我，也不用表现得这么明显吧？我媳妇醋坛子都翻了，你饶了我吧。暗恋你，你等下辈子吧。就算全世界男人都死光了，我也不会多看你一眼。要这么快就要跟我情定3生了？你见晨曦气得满脸通红，林安突然收起笑脸，凑了过去。行了，你这妹子看起来萌萌的，怎么不食豆呢？怎么样，香吧？要不要来一个？拿开！我就算饿死，死外边也不受你这种人的恩惠。我晨曦绝对不吃嗟来之食。真香啊！晨曦的喉咙不受控制地动了一下，肚子咕咕作响，原本苍白的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听听，你嘴硬，你肚子可不硬。他说他想当叛徒。你无耻！行了，别在那演烈女传了，这不叫嗟来之食，这叫1对1帮扶，按劳取酬。什么？叫声好哥哥，这肉就是你的。晨曦看着那个流油的包子，狠狠地咽了咽口水，手慢慢抬起来。可就在他的指尖碰到包子的瞬间，林安突然把手缩了回去。哎，没叫哥哥，不能给，规矩不能坏。林安，你混蛋！这就对了，哭出来就好，哭出来就能换大米了。晨曦的手指在空气里抓了一把，可是却抓了个寂寞。林安的手早就缩回去了。你手速太慢，读书读傻了吧？连抢食都不会。滚！你给我滚出去！呜呜！爆出物品：大白兔奶糖盛1包。要爆极品了，这年头糖可比肉还金贵。林安手腕一翻，掌心多了一颗蓝白包装的糖，他慢条斯理地拨开糖纸，抬头。我不。林安直接把那颗糖塞进了他嘴里。甜吗？这叫大白兔，供销社都买不到的特供货。你哪来的？别管哪来的，以后这学校修好了，你给我当私人秘书，帮我记账，算工分，干1天1颗糖。秘书？这叫劳动换取报酬。晨曦，你的傲骨曾经或许很值钱，但现在它只值这1颗糖。这时，文之亚一声被推开，苏冰端着一碗冒着热气的红糖水站在门口。见林安正做，他是干嘛的？算账的。你是干嘛的？我老婆。她了不起就是个账房丫头，你是负责管钱的老板娘，这分工多明确啊！老板娘？对啊，以后我赚的每1分工分，每1斤肉，账本归他管，仓库要是归你管，你说谁大？那你也不能。行了，老板娘，别生气了，走去学校。今天让你看看你老公到底有多大本事。好像有哪里不对劲。操场正中央架起了一口巨大的黑色铁锅，林安站在锅台上，脚边放着一个白瓷盆，盆里是雪白的猪油。那是猪油，我的亲娘嘞，那么大一坨。霸道的荤油香味顺着风直接钻进在场几百号人的鼻孔里，前排的小孩直接被馋哭了。白菜！晨曦和苏冰2个人抬着筐，把100斤切好的白菜倒进去，在锅里咕嘟咕嘟冒泡。都听好了，学校修好了，今天全村流水席，不管男女老少，敞开吃，管饱。林大哥万岁！我的娘耶，过年也没这待遇啊！这败家爷们还真有点帅。赵虎死死盯着那口大锅，又看了看那些对他视而不见的村民。以前这些人看到我，哪个不是点头哈腰的？现在所有人的魂都被林安那口锅勾走了。虎哥，那味儿太香了，要不咱也去排队？谁就知道吃？你是猪马，在这个村里，谁掌握了狼氏，谁就是爹。林安现在不是废物了，他是财神爷。再这么下去，村长的位置都得换人做。10斤猪油，几百斤白菜，1个倒插门，哪来的这么多物资？举报信我已经送上去了，镇里的人马上就到。我倒要看看他这顿饭还吃不吃得下去。总感觉有狗在叫。村民大锅菜吃得正香，一辆车子突然开进了村。这是镇上的车，他们要干啥？那是赵虎的靠山，完了，要抓人了。原本抢肉的人群像被开水烫了一样，哗啦一下散开，只有那口大锅还在冒着热气，显得格格不入。谁？我看谁还敢吃，都他妈把嘴给我闭上！谁是林安？找我，要不给您盛一碗，这猪油渣刚出锅，香着呢。
大哥，你看他还敢顶嘴，就是他，这一大锅肉全是钻空子挖墙角弄来的，一个二流子倒插门哪来的钱？肯定是挖村里的墙角。不但如此，他还乱搞男女关系，把村里的女青年骗得团团转，让人家给他做假账，这就是典型的坏分子。赵虎，你血口喷人，账本每一笔都是清清楚楚的。清楚？那你说这几百斤白菜，10斤猪油，票呢？条子呢？拿不出来就是黑市货，就是偷村里的。离人家小姑娘远点，嘴这么臭，熏到人家了。听了林安的话，赵虎气得火冒三丈。林安，你的好日子到头了，还敢在这里嚣张？大哥，抓人，证据确凿。林安，跟我们走一趟吧，把问题交代清楚。身后立刻有人拿着手铐，一步步逼近林安。这时，苏冰突然冲到林安身前，张开双臂，不许抓他，他是为了给村里修学校才做饭的，他没罪。我是会计，账是我记的，要抓连我一起抓。看着挡在自己身前的2个背影，林安表情一正，这软饭吃的还挺感人。反了，都反了，大哥，连他们一起抓，这是团伙作案。手铐停在半空，尴尬的晃荡了2下。你们不能抓他，这锅肉是为了给村里修学校，孩子们大冬天在漏风的屋里上课，手都冻烂了。林安是为了让大家有力气修房顶。对，我是会计，每一分钱的来路我都记了。他是为了村里人好，要是抓他，就把我也带走。说到这里，2个女人互相对视了一眼，火花四溅。赵虎在后面看的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。放屁！修学校用得着吃猪肉白菜炖粉条，这就是借口。大哥，别听这2个娘们胡咧咧，抓人！苏冰爱慕值加50，晨曦爱慕值加50，当前物资兑换额度暴涨。行了，再演下去，这俩傻女人要把自己搭进去了。一只手突然从后面伸出来，轻轻搭在苏冰和晨曦的肩膀上。林安稍微用力，把2个女人往两边一拨。行了，2位女侠，让，别挡着我跟上级汇报工作。林安，你疯了？你……嘘，男人办事，女人少插嘴。林安慢悠悠地上前，把手伸进怀里。看，他在掏凶器，肯定有刀。我这是响应上级号召，带领村民搞副业，改善生活条件。怎么让乡亲们吃饱也是罪？你这是诡辩，你那肉哪来的？你层次太低了，看不懂很正常。林安不动声色地上前，把手中的红盒子亮给对方。话虽这么说，但这物资来源要是说不清楚，我很难办啊。大老远跑一趟，辛苦了。这小子什么来头？这么好的烟，可不是谁都能抽得上的。我看这小伙子很有前途嘛，有好吃的不吃独食，想着村民，觉悟很高啊。大哥，抓怎么不抓了？他贿赂你了吧？我看见他塞东西了。胡闹！我看你才是破坏团结的坏分子。人家小伙子这是带大家在吃一苦饭，你敢搞破坏？一苦饭。领导说的对，我。送孩子们的未来。不是，大哥，我可是你哥们啊！你是谁的哥们？这里只有上下级，没有什么哥们不哥们的。谁能让大家吃饱饭，谁就是最大的道理。我看你这个村长境界太低。领导，村长可能就是太闲了，平时也不干活，净盯着寡妇，哦不，净盯着群众挑刺了。臭着，从今天起撤销赵虎村长职务。既然你境界太低，就去最艰苦的地方改造，去扫猪圈。什么时候等猪吃上了一苦饭，什么时候再回来。闻言，赵虎瞬间瘫坐在地。赵虎，既然这一苦饭没问题，我今天也要问一问，村里食堂的粮都哪去了？账本是不是也该拿出来，让大家伙看看？你敢？看着赵虎的狼狈样，村民们躲得远远的，眼神里全是幸灾乐祸。我不服，那根本不是一苦饭，那明明就是……声音戛然而止，赵虎直接被人拉了下去。慢走，不送。林恩，你等着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林恩，以后村里的物资调配就全靠你了。
昏黄的煤油灯光下，崭新的红被褥。苏冰坐在炕沿上，两只手死死抓着脖子上的红围巾。屋里这么热，还围着围巾干嘛？怕我吃了你？你别乱来，妈是乱说的。我们还没办酒席，酒席是给外人看的，但这日子是咱俩过的。老婆，你现在的脸比这红围巾还红。检测到极致，羞涩，期待，情绪值加100，解锁避孕套 X 月盒，解锁高能手电筒乘1。林安，其实如果你非要，我也。这时，一颗石子狠狠砸在窗户纸上。谁？嘘，看来有人不想让我们洞房啊。林安直接打开窗户，外面是气喘吁吁的俏寡妇刘翠花。林安，你快跑！隔壁村的二流子带刀来了。寒风夹着雪花灌进屋里，吹得桌上的煤油灯忽明忽暗。刘翠花扒着窗台，脸冻得煞白，胸口剧烈起伏。林安，出事了，快跑！喘匀了气再说。谁死了？是你快死了。隔壁村那个二流子带了5、6个拿刀的，说是摸清了你的底，今晚要来劫你的货源。他们说，要是你不交出来，就废了你的手。劫我的道，真会挑时候啊！林安，要不咱们找公安吧，或者是把东西给他们，命要紧。把东西给他们，给了第1次就有第2次，这世道软柿子只有被捏烂的份。林安把手伸到枕头底下，那是刚才他们差点躺下的鸳鸯枕。他缓缓抽出一把泛着冷光的大号活动扳手。你睡觉都藏着这个？防身嘛。老婆，被窝捂好了，我去扫扫雪，脏东西进院子了，晦气。林安推开堂屋大门，他单手拎着扳手，另一只手从兜里摸出一根烟，叼在嘴里。门外传来嘈杂的脚步声。既然来了，就别在那缩着。今晚这雪地挺软，适合埋人。院门被暴力踹开，几个手持西瓜刀、蒙着面的黑影冲了进来。姓林的，交出肉，交出钱，不然老子让你变太监。我看你是厕所里打灯笼，找死！5个手持刀子的黑影呈扇形堵住了林安。姓林的，听说你骨头硬，把你那变肉的戏法交出来，爷爷留你一条。话音刚落，林安右手从背后猛地挥出。啊！其余4个混混瞬间吓傻，站在那瑟瑟发抖。林安慢悠悠地从兜里掏出火柴，哗啦一声点燃了嘴里的烟。过界了，在这个地界，阎王爷都要给我3分薄面，你们算个什么东西？弄死他，他就一个人。话音刚落，院子外面突然亮起无数火把和手电筒，黑压压的村民拿着铁锹、锄头、粪叉，像潮水一样涌了进来。谁敢动我的肉？不是，谁敢动林兄弟？打死这帮抢食的，弄死他们！打死这帮抢食的，弄死他们！混混们一脸绝望。听了，老子拉个垫背的。林安左手猛地从怀里掏出一个银色的圆筒，直接对在混混臂的脑门上，一道刺眼的蓝光炸开，混混臂浑身剧烈抽搐，头发根根竖起，口吐白沫，直挺挺地倒了下去。雷公爷显灵了，掌心雷！雷公爷显灵了，掌心雷！没文化，这叫科学？电击器见过没？混混们被村民用绳子捆成了粽子。林安低头看着自己腹部，苦笑一声：这瘪犊子下手还挺快。林安看到林安满手的血，他那张清冷的脸瞬间煞白。血，好多血！你别吓我，林安，你别吓我！哭啥？这血看着多，其实就破了点皮。你是不是傻？东西给他们就是了。你要是死了，我要是死了，谁给你弄红烧肉吃？谁让你当阔太太？第5，检测到宿主妻子极度心疼，情绪值突破阈值，奖励盘尼西林青霉素乘10支，云南白药乘5瓶，交通工具可兑换。我尼玛，来的还真是时候。行了，先别在那演梁山伯祝英台了，多大点事啊，整得跟生离死别似的，赶紧抬回去。我那有烧酒，给伤口消消毒。与此同时，巷子里一棵枯树下，一个黑影正拿着大哥大打电话。八哥，那小子没死，而且我看清了，他手里有硬家伙，还能放电，进去的几个兄弟都折了。这么邪门，看来这小子手里的货源比我想象的还要肥。正好，我马上就到了，亲自去会会这小子。林安身上缠满了绷带，苏冰正用勺子喂他喝糖水。以后别这么拼命了，家里没肉吃也没事。我不想当寡妇。老婆，我听说亲嘴能促进人体血液循环，有利于伤口恢复，要不咱来一个？喝你的水吧，流氓，都伤成这样了，还有心思胡说八道。就在这时，一辆黑色轿车停在院门口，车门打开，一双擦得锃亮的皮鞋踩在泥地上，刀疤脸男子走下车，身后跟着2个保镖。那是县里的刀疤，听说黑市一半的生意都是他的。完了，林安惹上活阎王了。环境不错，适合养老。林兄弟，有朋自远方来，不请我喝杯茶。茶倒是有，但那是招待朋友的，怕你喝不惯。有什么事直接说吧。刀疤也不生气，径直走进院子，一挥手，保镖把一个黑皮箱重重拍在石桌上，咔嗒打开，一片金灿灿的光芒刺痛了所有人的眼。林老板是个爽快人，我也有话直说，你的那些肉、烟、酒，我很感兴趣，把进货渠道交给我，这些金子够你下半辈子花了。我要是不交呢？年轻人，路走窄了是死胡同，走宽了才是金光大道。我听说你桃花运不错啊，这年头不安全啊。
你敢动他们一根汗毛，我让你后悔生出来。呵呵，明天日落前我要你进货的渠道，不然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让我后悔自己被生出来。第二天一早，林安刚起床，苏冰脸色煞白，举着一张纸走了过来。林安，晨曦昨晚失踪了，我在家门口发现了这个。林安瞳孔一缩，一把抢过纸条。林安，怎么办？没事，我来处理，你在家等着。林安走到后院空地，他调出系统面板，手指在交通工具一栏狠狠按下，一辆通体漆黑、造型狂野的重型越野摩托车凭空砸在地面上。林安跨上摩托，轰！巨大的音浪声中，林安像一颗黑色的炮弹一样冲出村口。刀疤，洗干净脖子等着，今晚就是你的死期。空旷的车间里，刀疤坐在2楼的栏杆旁，端着一杯红酒，眼神戏谑地看着门口。突然，铁皮大门被暴力撞开，黑色摩托车带着惯性冲进来。小子，你挺猖狂啊！东西呢？我要的渠道呢？我这是独门秘方，只传给儿子，叫声好听的，我就告诉你。嘴还挺硬。行，听说你这双手能变出东西来，先把这双手废了，看他还能变出什么花来。混混们把林安围了起来。最后一次机会，说还是不说？乖，叫爹！刀疤脸一黑，正要下命令，车间的地面突然震动起来。什么声音？里面的人听着，你们已经被包围了。再重复一遍，你们已经被几百辆拖拉机和驴车组成的农民重装甲部队包围了。村口的大钟被敲得震天响，刘翠花站在村部的高台上，手里的铁皮大喇叭滋滋作响。乡亲们，林安为了救咱们的学校，为了让大家吃上肉，现在一个人去闯龙潭虎穴了，咱们能看着他去送死吗？若能，谁动财神爷就是断咱们活路。隔壁村的我也喊来了，谁还想喝酒吃肉过好日子的，就跟我走。话音刚落，人群浩浩荡荡地涌向村口。出发！我看今天谁敢动我男人。那是啥？坦克部队？不，那是拖拉机。卧槽，好多拖拉机！混混饼下的脚底抹油，撒腿就跑。外面怎么回事？大哥，不好了，外面全是人，全是泥腿子，把场子围了。刀疤，看来是你的路走窄了。不是走窄了，是走进了死胡同。1队救人，2队堵门，别让那个带疤的跑了。这帮泥腿子还想上天不成？给我拦住他们，我先避避风头。想跑，晚了。林安握紧手中的电棍，狞笑着，一步步朝刀疤走去。看着越来越近的林安，刀疤吓得浑身一颤。你别过来！我告诉你，林安，兔子急了还咬人，真逼急了，我跟你同归于尽。同归于尽？你也配？林安身影一闪，手中电棍噼啪作响，刀疤口吐白沫，瘫倒在地。你不是挺横的吗？不是想要我的进货渠道，想置我于死地吗？现在怎么不横了？这时，苏冰快步跑到林安身边，上下打量。林安，你有没有受伤？哪里疼不疼？媳妇情绪值拉满，获得奖励：精米乘100，猪肉乘50。我没事，一点皮外伤都没有，啥零件都没少。要不今晚洞房你自己检查检查。你就知道胡说八道，我都急死了，你还开玩笑？你吓死我了！下次再敢一个人乱来，我饶不了你。林安、苏冰，你们俩口子能不能别光顾着自己腻歪？姐姐的牙都要被你们酸倒了，刀疤的人全被咱们制住了，现在咋办？放心，今天的事我会跟镇上的人打声招呼。另外，凡是今天来这里的，每人50斤大米，10斤猪肉，等下就回村部，每家每户都能分到。以后但凡有我林安在，全村都有肉吃，有酒喝。好，林兄弟好样的，